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加密阿尔法，很高兴跟大家见面了。感谢各位观众老爷的观看。那么今天分享一个多配啊，那你可能不知道，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你手上的这个比特币啊、以太坊，甚至是 USDT、USDC 或者是等等一些加密货币，都可以像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币一样，比如说在我们国内的话就是人民币，然后在其他国家的话都是有相对应的法币，然后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自由的消费。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听起来还是那么的空谈，那么的虚无缥缈，但是试想一下，如果能够把万事达卡组织起来，和我们的加密世界的货币联系起来，那岂不是可以只要在能够使用到这样的，比如说威斯达卡或者是万达卡的地方呢，就可以使用这种加密货币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支付消费呢？那本期的话就是一个 DuPay 啊，那么 DUPAY 它是支持全球范围内的支付场景，让你可以在随时随地的进行支付，无论是在线购物、餐厅消费还是机场购票，你只需要刷卡，或者是甚至是不需要卡，无任何实体卡，那么仅使用到你的手机的应用程序的扫码，或者是手机的 App，就是那个 Apple Pay。都是可以完成支付的啊，那不需要携带大量的现金和进行货币的兑换，让你的支付更加便捷和安全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无论身处何地，我们都需要让自己的钱包就是变得通用便捷，这样的话都可以享受到一致的体验和支付的快感。那么今天的话，我就是完完整整的演示一下多倍这张卡，那么会详情讲示到它的申请过程、转账加密货币，然后到多倍 APP 的钱包里，然后进行加密货币的美元或者英镑之间的互换，最终将我们兑换成功的美元转到我们所申请的这张万达卡上，然后进行一定的消费。目前我们就在它的这样的一个主板页面啊，那么它是一个注册的环节，是在网页上的一个形式啊。其实今天应该大多数来说的话，都是放在手机端会比较更好的操作一些，因为它其实演示也是在手机端的演示。那有关于多配这张卡呢，我们都知道，在前段时间的话，那么 ChatGPT、OpenAI 的非常火爆，那么它导致了能够支持加密货币这种信用卡的搜索量急剧增加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需要花费一定的费用，然后比如说像 ChatGPT 的4的话就是需要付费，那么 3.5 的话目前还是在可使用版本之内。然后我们继续开始，那么首先是注册的板块啊。注册的话就有手机号码注册和邮箱的注册啊，那么手机号码就是可以选择国内也可以选择国外的手机号码，然后就获取验证码就可以了。然后邮箱的话就可以支持 Gmail、email， 甚至是那个 QQ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邮箱，只要能保证到收取到验证码就可以。然后登录密码是不做任何要求的啊，可以是那个简单的字母和数字的组合，也可以纯数字吧，应该没有过分的要求。然后推荐码的话是263429，请一定要记住这个推荐码，这个我在视频的中段的时候会告诉大家推荐码的作用。然后的话，这边伴随着注册完成之后，我们去转接到手机端的 APP 的操作。目光所及的话，这边就是一个那个简易的 APP 的操作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？首先是需要把这个 APP 下载出来。那很多时候在用到 APP Store 的时候，可能没有办法就是因为那时候大家的手机端的 APP 的话是中文区的，中文区是搜索不到的。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先把自己的 VPN 关掉。关闭自己的 VPN 之后，然后点击到这里，然后选择到我们的那个主板页面，然后这边有一个，那我验证一下，然后有个国家和地区。那伴随着选择完国家和地区之后的话，我们这边更改一下国家地区，然后选择到那个新加坡或者是任何尽量选择新加坡了，那就比较那个友好一点。然后选择完新加坡之后的话，点击到同意，然后这边的话勾选一下无，然后这边所有的街道啊、邮政编码以及是电话都可以乱写啊。
我这里不做演示了，演示完成之后的话，这里就会转接到一个新加坡的 App Store， 你有想下载的游戏，甚至都可以在这里免费体验到。但是因为它可能区域不一样，所以你那个游戏也不好说，就是可不可能跟大陆能玩在一起。然后的话，这边就可以输入一下那个都配。然后在输入的时候，一定要去勾选到这个板块是都配的 Pro， 请一定要认准啊，都配 Pro。然后下载完成之后的话，打开就是这样一个板块，然后我们把刚刚注册完成的邮箱输入进去，然后点击一下登录。这个时候需要响应到我们的那个邮箱的验证码，那么点一下获取，然后转接到那个相对应的那个邮箱地址，让我们看一下那个验证码的内容啊，383944，然后我们这边勾选一下继续，好，这边就成功登录了。那么这边显而易见了，就是有个申请卡的板块啊，就是最上角，那么其他的就不用管了，我们直接就先申请卡这个板块，这个账户当中去充值一点那个 USDT 啊。那么 USDT 的话支持 Polygon， 包括是 BNB 的 Smart Chain 的这条链，包括 TRC20 的话要单独付一笔手续费，是在 EU 上，手续费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挺贵哦。你选择什么链，然后一定要在链上进行这样的一个 USD 的转接交易哦。千万一定要对准链，不可以选错，不然你会损失掉那笔钱。本视频也不做任何投资意见，今天这个视频纯粹是介绍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，非常实用好用的工具。你可以在其他国家，或者是你有这种场景的需要的时候，你在没有足够多的货币，然后足够多的现金的情况下，你可以使用到这样的一个 App Store 的支付方式，那么支付起来也是比较简单，这样的话也可以缓解你的一时之急，然后也是可以在不同的场景当中进行应用啊。所以其实本身都配的话，这个大家有感兴趣的话，应该是会知道，应该每个人其实都会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一张那个国际卡。那我们这边选择相对应的链呢，包括是 Polygon 或者 BNB 的 Chain 的这个，那么选择完成之后的，它会有一个二维码和相对应的地址啊，我们把这个复制下来，充值地址复制下来，然后转接到我们的小胡子钱包也好，或者是 OKX 的钱包也好。那么这边的话，因为我 OKX 账户上暂时没有币，所以我需要去买币。那买币的话，它有 C to C 的买币或者是快捷买币，那么两种都是一共有两种方式，第一种可能是零手续费，第二种是速度更快，快速成交。它其实是建立在 OKX 的市场当中进行这样一个交易。那么 C to C 的话，就其实是你这里只是作为一个中间商，你需要去就淘宝啦。你买东西，那么有个卖家，你是买家，然后有卖家，然后它只是中间的这个平台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。你可以选择 C to C 买的话，那么你就要选择到这个时候，请注意，一定要仔细的观看，仔细的斟酌，无论是在购买上还是怎么样上，我们一定要选择成交率高的，成交量高的。然后是那个成交率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，那么它比如说第一单的话可能是13934单，我觉得成交量就很一般，那甚至有800多254的这种，你说怎么能信呢？爽啊，这个是12543单，成交率在 99.37%， 那看一下是否有更高，有一个15628单的，一定要选择数量多的啊，一定啊！如果你选择快捷交易的话，那么这就是更简单了。快捷交易直接选择到 USDT 的话，那么它的汇率是应该在那个人民币的话是 7.18 啊，那是直接挂钩美元的嘛。然后这边有相对应的买，你要买多少啊？你要那个怎么手机突然间卡住了？稍等一下。然后这边你输入相对应的额度，比如说你开卡的话，可能是需要那个20的 USD 的话，你转算20乘以7.14，那么大概是在
150这样的区间，然后选择到支付方式。那么它支持支付宝、银行卡或者是微信支付，你选择到下一步，然后它应该就会直接转接到支付宝的这样一个方式。点下这交易，然后它应该就是会转接到一个支付宝的方式。那么在完成这边的时候，那个获取到这样一个付款详情啊，那它其实也是那个这边有一个。然后包括也可以认证看一下这个商家啊，然后它有近期的成交量，然后等等等类似的，因为它直接 OKX 转接给你的，因为诚信度应该还是 OK 的。好，这边有相对应的费用，然后就是去获取到这样一个付款详情，然后这是一系列的操作。那这其实就是把这个姓名和支付宝账号复制下来，然后在完成转账之后，一定要及时的点击到我已支付这个环节啊，一定要点到这里，然后大概响应可能多少秒的话，它就会出现到你已经成功支付了，然后当前账户就是有钱了啊，有钱之后你就向这个主网当中 BNB 的 Smart Chain 选择什么样的链就要转到什么样的账户当中啊，千万不要转错。那随着我们的转入完成的话，然后就相对应的 USD 账户当中，让我们去开通一下这个卡。卡的话，刚刚有说了，刚刚的话是4种卡，一个是 Visa 卡，一个是 Master， 一个是这个是 ChatGPT 方向上的订阅卡，就仅仅是个订阅卡，那么它有用卡须知啊，那么包括一些支付的消费场景，它是不支持美团、支付宝和微信的啊。然后的话，这张最后一张也是 Master 卡，有相对应的币种，币种它是英国，它是那个英镑铸成的，然后它是一张借记卡，然后其他的都是预付卡。预付卡跟借记卡也是有区别的。那我们今天是要来开通一张卡，属于自己的一张卡。那如果你刚刚账户当中不是有我们充值的 USDT 了吗？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需要的卡。预付卡的话，目前和那个订阅卡一样，都是没有标准卡的这个用法的，所以都是灰掉了。就这个板块当中，这个包括这里，它的标准卡的这个板块当中是灰掉的，所以这个时候的话，我们需要去转换到第4张杜佩的 Master 这张卡，然后的话，它是需要进行一个身份认证的板块啊。身份证的费用其实就是开卡的费用，那么包括它借记卡支持多种币种 USD、GBP， 然后 EUN 的个人账户，那么具有独立的 IBAN， 然后支持 IPS、SEPA 等多种转账方式，然后包括类似的，那么这些有相对应的这样一个，那么我们点一下立即开卡，然后这边就会有标准卡，然后也就是其实是一个付的这个费用，卡的本身是不需要费用。月费的话是1英镑，1英镑目前的人民币兑换率是在9块多，然后充值的额度是在5万英镑，然后充值的手续费是在那个 1.8%， 但是它有一笔消费的手续费啊，所以你要去做一个纵向的对比啊，也不是纵向，横向的对比啊，你发现如果你用这张卡消费次数蛮多的话，你看一下是否是开通这样的一个预记卡，因为预记卡是没有任何消费手续费的。但它要支付可能 0.5 的 USDT， 但它开卡是需要费用的，开卡是需要20的 USD 的费用。那么你去换算一下啊，那这里不做任何投资意见，那我们用这张卡的目的呢，是用于平时的小额的法币消费，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，这个我觉得也是完全能支持和 OK 的。那平时你往里面存个100或者200美元用于平时的消费，然后用完了再继续往里面充，那么避免掉这个平台可能有一天突然之间不能用了，或者这张卡突然之间不能用了，因为它可能涉及到平台的升级或者是那个卡的升级，那也不至于有非常大的损失啊。那我今天再次强调一下，我的本期视频啊，是自己如何去进行加密货币的运用的这个方面的学习啊，那也是记录的一个分享。
随着我们账户当中有了属于自己的 USDT 当中，我们就可以选择这样支付金额大概在5USD 上的开卡，然后开完卡之后你就属于了自己的一张。那么在开卡的时候也是需要进行一个验证码的输入啊。输入完成之后你就直接是成功支付了。那么支付之后的话，那很多小伙伴会问，我支付成功了，我有了属于的我自己的这一张卡，那我怎么样进行运用呢？我怎么会跟我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呢？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绑定在你的苹果商店当中，然后的话选择相对应的这个借记卡和那个信用卡当中，因为它有个 Mastercard， 然后号码、有效期以及安全码全部都体现在你刚刚获得的那张卡当中。然后添加完成之后，你就可以用这张卡进行这样一个支付呢。比如说你在观看油管的时候，你说这个广告很漫长，这个广告很烦，我每次看到精彩的时候，它就弹出一个广告。那你开通了这样一个那个 Vimeo 的话，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完全无广告的播放，并增加对视频 APP 后台播放的功能。那最重要的是，你可以觉得优质的视频，你甚至可以把它下载下来，然后供你使用，等等类似的。包括是国内音乐平台的平替啊、版权覆盖啊等等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歌曲啊，不需要收取任何的版费等。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支付，然后比如说点击一下确定，然后之后的话它会去有一个付款的信息，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用你自己的那张卡来进行这样一个支付。支付完成之后就其实是卡的运用了，这其实就是一张卡的运用。就多了一张其实是国际的这张银行卡一样，那么你出门在外，就在国外的时候，你都不用担心，就是说没有地方可以使用，那难道一定要去银行去兑换那些法币，不同国家的法币，然后再去其他国家等等类似的？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必要，因为现在大家都有 smartphone， 就是智能手机，你要通过智能手机改变自己的生活。同样的话，本期的话分享的这个DoPay的话，也是个智能应用啊，智能运用。那它可能现在是可能会出一些实体卡了吧？那么你如果用这种手机端的 APP 的话，也是可以进行所有的支付的环节。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品牌应用，或者是那个 APP 的应用。包括甚至一些其他的，比如说你去吃饭或者是在国外的也好，那么我也有自己尝试过去其他的地方，然后去用这张卡来进行支付，也都是可以的。然后强调一下，也不要存过多的钱，因为这个平台毕竟不是这些老牌的，大家使用非常多的这种银行，它毕竟是一个小众的这样的一个金融机构，所以它的风险还是有的。即使是美国第2大、第3大的银行，都有可能突然之间有一天爆雷啊！那何况这些小的金融机构呢？所以，请一定不要把我本期的视频作为一个投资意见啊。那么本身是这样分享一个好的应用，然后也许可能在你以后有实际运用的这样一个场景的时候，你就会想起来是否有这样一支影片能够提醒到你使用到这样一个DoPay的方式。那如果你觉得我本期视频对你来说还是有所帮助、有所收获的话，请一定要一键三连，你的点赞、支持加评论是对我最大的肯定。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分享于此，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